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额头就是面相学中说的天庭，天庭饱满吃官饭，地阁方圆掌大权。不同的额头类型代表着不同的运势命理。下面大佬就带你一起去了解一下额头的面相，看一看不同类型额头的含义。一、额头形状不同，命不同。一、圆额，心底温和。圆额指的是额头中间饱满圆润，向两侧呈圆弧过渡。这种额相的人一般性情非常敦厚，也比较聪明，但是稍微缺乏一些创造力，为人也比较谦逊和善，待人非常随和，特别好说话，也很容易相处，不会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，所以特别受欢迎，人际关系比较好，朋友也比较多，但是做事稍稍缺乏一些耐心，事业上有些缺乏坚持，感情上也比较被动，容易为情所困。二、角额，富于现实性。角额指的是发际线与额头交连的地方，看上去就像一个三角形一样，上部肩窄，两边略宽。这种额相的人会给人一种较为刚毅之感。为人非常注重现实方面的追求，想法也非常接地气和实际，不喜欢胡思乱想，做起事来也非常认真和踏实，但是缺乏谋略和思考，适合做一些较为单调乏味的工作，比较辛苦。在感情方面也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，对于另一半的经济状况方面也很有自己的要求。男人有额一生较辛苦，女人有此额帮夫运较好。三、M 字额头，富有独创性。M 字额很好理解，就是额顶的发际线中间低，两边高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写的 M 一样。这种额相的人一般头脑非常聪明，而且转得也比较快，想法很多，也很有创造性，总是能想出一些比较新鲜的点子，而且为人也非常有主见，主观意识比较强，不会盲从于别人，也很有预见性，也很有自知之明，往往能够发挥自己的优点和特长，在事业方面做出一番成就，在感情方面也非常浪漫，往往能够掌握主动权，感情生活比较顺利。四、复式额，富有自我意识。复式额指的是额头与发际线的交连处，看上去就像富士山的形状一样。这种额相有些类似于 M 字额，但是中心部位头发下垂较为明显，两侧较为顺滑一些。这种额相的人一般性格非常温和，也比较乐观开朗，往往能够给予身边的人带来快乐。人际关系也非常和谐，但是做事往往缺乏计划，喜欢模仿别人，自身缺乏创新，而且坚持力不足，喜欢半途而废。在事业方面经常容易失败，对待感情也是喜欢那种一见钟情式的爱情，很难长久，容易经历很多的折磨。五、秃头额，过于操心。秃头额很容易理解，就是前额几乎没有头发了，看上去有点秃顶的倾向。这种额相的人一般做事积极，行动力比较强，但是性情有一些刚直，说话做事方面也比较拘谨，有些放不开，不太善于应酬和交际，处事稍微有些死板。其实他们本身是非常有想法的，但是却因为有些犹豫，所以经常会被身边人的思想所干扰，从而造成事业和工作方面的失败。在感情方面也是比较典型的直男类型，情商较低，而且比较自我，说话做事有时不太会照顾对方的感受，所以感情经历一般比较坎坷。六、贫弱的额头，受雇于人。这里说的贫弱额头没有太过形象的特征描述，唯一可以来衡量的就是额头在整个面部的比例。如果说额头在整个脸部所占的比例相当小，使得额头看上去比较狭窄的话，人一般智慧有限，考虑问题比较简单，容易被身边人利用，或者是遭遇背叛，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小气自私，处事也不够圆滑，
而且贪心较重，人际关系比较差，做事没有什么魄力，也无法从事领导职位。不过脾气非常好，只要不断努力，中年后感情和生活方面也都会非常不错。7. 突出的额头，上进心强。额头上部比较突出的人一般智商较高，而且为人很有远见，考虑问题也非常理性，目光比较长远，观察力非常强，对事情有着很强的判断力，善于把握工作和感情方面的机会。为人情商很高，性情也比较亲切，待人也比较随和，整个人也很有人情味儿，上进心比较强，凡事都喜欢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去获得。事业方面往往成就比较突出，但是婚后往往婚姻不太顺利。2. 额头有4条斑驳纹。1. 悬针纹。悬针纹指的是两眉正中心位置长有一条竖直的纵纹，看上去如一根悬针于命宫的正中间。长有这条纹路的人大多性格方面都比较的极端和固执，只要决定的事情就会不惜一切的代价去完成，有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倔强和执着，想法也非常偏执，处事霸道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，特别容易得罪人，人缘非常差，就连配偶和子女都无法忍受。内心孤苦无依，缺少外力的帮助，一生奔波劳苦，却难有什么作为。2. 伤害纹。所谓的伤害纹位于眉头的左侧，是一条单独出现的纹路。长有此纹的人大多心思非常重，整天脑里装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容易被各种事情所干扰，导致情绪经常陷入到焦虑之中。这种人对情绪的控制力非常差，一旦发起脾气来就会不管不顾，非常冲动，容易做出一些伤害他人的事情和行为，一生劳累而操心，性格沉闷不开心，日子过得非常凄苦。3. 八字纹。所谓的八字纹指的是印堂部位长有2条如八字形状的纹路，长有此纹的人大多野心和欲望比较强烈，但是个人能力不足，经常会给自己树下一些很难实现的愿望，而且内心比较纠结和矛盾，心胸也非常狭窄，经常为了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计较个不停，搞得自己非常忧愁和焦虑。男人有此纹，一生比较窝囊，劳累而奔波，但是却难有什么成就。女人有此纹，嫉妒心和好胜心非常强，见不得别人好，内心非常不安分，一生操劳而辛苦。4. 川字纹。如果印堂处长有3条竖直的纹路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川字一般的话，称为川字纹。长有此纹的人大多头脑非常固执，做事不知道变通，想法容易不切合实际，做起事来也是眼高手低，能力不足，却总想干一些大事情，而且遇到困难就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去开脱，内心戾气较重，情绪也是反复无常，喜欢推卸责任，人缘非常差，与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僵，遇到困难时也没人出手相帮，一生奔波劳碌。3. 额头有4条富贵纹。1. 伏羲纹。伏羲纹指的是额头有3道纹线，而且纹尾全部向上翘起，也称偃月纹。此纹主贵，长有此纹的人性情温顺，待人比较随和，而且为人正直，心地非常善良，做事稳重踏实，认真仔细，考虑问题也非常严谨，人缘非常好，很受周围人的爱戴和欢迎。一生长寿富贵，厄运和灾难比较少，非常有凝聚力，能得到周围人的钦佩和信服，是非常适合从政的。不过操心的事情太多，一辈子也是劳心劳力。2. 山字纹。山字纹非常罕见，但是特征也比较明显，整个纹路就像汉字山一样，拥有此纹的话，一般家境出身不太好，可能很早就需要步入社会打拼，家中能够给予的帮助较少，凡事都是靠自己。
不过见多识广，经历也比较丰富，从小便能积攒下非常丰富的经验和人脉，往往能够在年轻时便能打拼出一番事业，发达较早，一生富贵长寿，也是非常适合入仕的。不过晚年运不太好，容易陷入孤独。3. 十字纹。十字纹指的是横竖两纹较差，形成如十字一般的纹路。额头长有此纹的人，一般性格方面较为孤僻内敛，但是意志力非常坚定，为人非常能吃苦耐劳，做事很有实干精神。个人有着很高的精神追求，是个非常有理想和信念的人。事业方面发展较好，大多能够富贵发达，但是为人有些清高，沟通交流能力稍差，与子女的关系往往不太好，到晚年时期命运较为坎坷和孤独。4. 田字纹。田字纹也很好识别，额头的纹路内焦外旷，看上去就像一个田字一样。这种人祖业不佳，从小容易吃很多苦，从而能够培养出自身坚毅的性格，做事也是一步一个脚印，能够从基层做起，做事认真而踏实，并且这种人有着很强的学习力，很有艺术天分，往往能够习得一技之长，能够白手起家，创下很大的家业和事业。1. 年纪轻轻便有法令纹。一般来说，人到中年时期，法令纹才会慢慢变得明显。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时法令纹看上去就非常明显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出身的家境不是很好，所以需要在很早的时候便进入到社会中去打拼，而且家中也不能给他们提供太多的帮助，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，所以早年时期比较的吵扰辛苦。而中年时期仍然没有法令纹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前半生比较顺利，但到中年时难以获得太大的成功和社会地位，后半生过得较为艰难。2. 法令纹又深又长。法令纹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、威严感和成就感。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长得又深又长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头脑非常的理智，思考问题头脑也比较的清晰，而且内心正直，做事公私分明，性情较为稳重，平时看上去也比较威严，心思也比较重，不喜欢把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讲出来，在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，也容易得到他人的尊重和信赖。3. 法令纹又短又小。如果法令纹长得又短又小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意志力不够坚定，做事缺乏坚持，喜欢半途而废，没有上进心和责任心，思想和心理方面也比较的幼稚，考虑事情不够成熟，做啥不成，注重安逸和享受，不懂得挣钱，就知道花钱，属于典型的败家子面相。不过这类人的唯一好处是肉体上或精神上都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以上，如果能落实的努力，必可拓展运势。4. 法令纹出现断裂。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从中间出现断裂，分为上下2段的话，这种人父母缘比较浅薄，从小就开始吃很多的苦头，经受很多的困难和挫折，慢慢被生活打击的自信心严重不足，意志力也比较薄弱，性格方面也会变得较为软弱，遇到困难就喜欢逃避和退缩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，即使是自己白手起家去创业，也是磨难重重。想要获得成功，需要付出比别人多出几倍的努力才可以。5. 法令纹从眼下开始。大多数人的法令纹都是从鼻翼的2侧开始的，不过有些人的法令纹确实从眼睛下方开始。这种人一般性格较为内敛，心性非常孤傲，不喜欢与他人过多的交流，交际能力比较弱，也不喜欢受到别人的约束和管制，向往自由，特别的喜欢冒险，容易喜欢一些极限或者有挑战性的爱好。6. 法令纹从鼻侧圆圆朝向耳际。这种法令纹长的距离非常宽，一般长有这种法令纹的人，脸部的苹果肌会特别的明显。这种面相的人头脑非常聪明，很有创意和想法，但是个性却非常的自我，做事只顾自己，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，
所以人际关系比较差，几乎没有什么朋友。在事业方面也没有人出手相助，很难获得成功。7. 法令纹左右对称。不论是法令纹还是五官，在相学中都以左右对称为佳。如果不到20岁的年轻人长有两侧对称的法令纹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亲情缘淡薄，父母双亲不能在事业方面给予他们帮助，事业方面难以获得成就。若是中年人的法令纹左右两端对称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工作很有热情和干劲儿，做事认真而负责，工作能力出色，老年时事业和财运都能更上一层楼。而法令纹如果是两边长短不一样的话，这种人一生的运势起伏比较大，事业和家庭不稳定，一生操劳奔波。8. 法令纹入口。在相学中，我们通常会把法令纹入口称之为腾蛇入口。这种面相的人经常会因为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陷入到焦虑之中，说话容易得罪人，人缘非常差。这种人几乎没有什么爱好，也没有责任心，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，一生财运非常差，不努力的话吃不饱，属于天生贫穷之相。而且法令纹入口主饿死，一般拥有这样面相的人为人非常的小气吝啬，与人的相处也不懂得包容，对自己的运势有非常大的影响。命中主凶，自己晚年的生活也会非常的艰辛，容易有大病小病缠身。所以一般拥有这样面相的人身体不佳，尤其是脾胃虚，寿元也不长。9. 法令纹过窄。在相学中，若是法令纹的位置长得过窄，向嘴巴的位置靠近，则这样的人社交能力不强，也不懂得变通，做事也没有魄力，从而导致钱财运势比较差，财运也不强，在金钱方面也不好。所以这样的人在事业上的格局非常的小，也没有太好的个人发展，一辈子都会过得比较艰辛。10. 法令纹深刻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法令纹长得非常的深刻，而且纹路也会非常的清晰，则这样的人性格方面会非常的强势，从而导致自己的中年运势受损，财运也不是特别的好，在工作与生活中也会经历非常大的困难与压力。所以一般拥有这样面相的人都不会有啥好的发展，日子过得比较艰辛，也难成大器。11. 法令纹比较淡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法令纹长得非常的浅，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一样，则这样的人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会非常的自我，也不懂得约束自己，做事也没有主见，非常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，自己的处事能力也不灵活，是事业上过于死板，个人的发展也不会特别的好，只能是过苦日子。12. 法令纹开阔。一个人的法令纹长得开阔，法令纹如中，则这样的人行事非常的有魄力，自己的财运比较兴旺，赚钱的门路比较强，心胸开阔，也会拥有社会责任感。而这样的人也会精于社交，能够深刻的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所以一般拥有这样面相的人，日子都不会太差，会得到贵人的点拨，注定能够成为大富大贵之人。13. 没有法令纹。如果一个人年轻时没有法令纹的话，还是比较好的，证明年轻时过得还算比较安逸，不容易吃太多的苦头。但是如果中年时还没有法令纹的话，就代表着权威不足。这种人一般喜欢妇人之仁，性格方面优柔寡断，做事矛盾而纠结，而且喜欢感情用事，性格方面太过软弱。虽然对家庭对事业也是付出自己的真情，但是却往往容易给自己招来很多的怨恨和麻烦，最终难成大器。其实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面相特征，确实可以了解一个人将来发生的事，变化的趋势走向。但相学命理的推断并不能决定人的一生，而是对未来的一种预测。只有提前了解，才能做好防备工作，在困顿时不妄自菲薄，顺势时不得意忘形。唯有如此，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，走向成功。而且相不独论，除了观察法令纹相里的好坏之外，还要综合参考其他部位，这样才能更准确地了解一个人的命运吉凶。
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